一顆倒數計時中的金融定時炸彈在滴答作響，而它的爆炸半徑會覆蓋你我手裡的股票、加密貨幣，甚至其他資產。你可能會覺得我在嚇唬你，但是在2024年8月5日，這顆炸彈曾經試爆過一次。一天之內，日本股市蒸發了幾千億美元，全球市場血流成河。而現在，所有的信號都顯示，第二次威力更強的引爆已經近在眼前。這顆炸彈的名字叫做日元拆倉潮，而它的引信就握在東京的日本央行手上。日本不就是那個失落了30年、經濟停滯、年輕人都選擇躺平的國家嗎？它能有什麼風險？沒錯，正是因為很多人都這麼想，這個風險才更加致命。在過去20多年，全世界的聰明錢都把日本當成一個近乎免費的提款機，他們借入接近零利率的日元換成美元新台幣，然後投到美股的7巨頭、台股的權值股，甚至是全球的房地產市场，賺得盆滿缽滿。這個操作就是所謂的日元套息交易，它是過去10幾年全球資產大牛市背後一個非常重要的燃料來源。但如果這個全球最大的提款機不但要停止服務，甚至要開始反過來向全世界追債了呢？就在12月1日，日本央行行長植田和男就發表了非常鷹派的言論，強烈暗示最快在12月的會議上就要再次加息。市場聽到這個消息，嚇得魂飛魄散，因為他們想起了上一次的日元拆倉潮。當時日本央行只是把利率從0.1%稍微調高到0.25%，就引發了一場迷你股災。日經指數在一天之內暴跌超過12%，創下自1987年黑色星期一以來最慘烈的單日跌幅。全球市場跟着陪葬，那一次只是前菜，現在主菜可能要來了。這隻來自日本的黑天鵝在一步步的逼近，它一旦起飛，威力可能遠超你的想象。你可能會問，這關我什麼事？我又不投資日本股票。其實現在的金融市場是一個緊密相連的生態系統。當一個巨大的資金來源逆轉時，沒有人能獨善其身，就像一個水庫突然潰堤，下游的所有村莊無論大小都會被洪水淹沒。所以今天這支影片，我會用最簡單直接的方式帶你搞懂幾個核心問題。第一，日本為什麼非要跟自己過不去，結束躺平了幾十年的寬鬆日子，選擇加息這條路？第二，我們會深入回顧一下上次加息引發的拆倉潮到底有多恐怖，它的原理是什麼？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為什麼我們要極度重視這隻可能的黑天鵝？它對全球、對我們的投資組合意味着什麼？我們普通投資者又應該如何準備，才能在這場可能到來的風暴中，不但能保住身家，甚至找到別人看不到的機會？這支影片資訊量會非常大，如果你想在下一個市場大變局中做一個清醒的投資者，而不是被割的韭菜，請你一定要把這支影片完完整整的看完。記得按讚收藏這條影片，這樣方便回看。我們馬上開始。好，我們先來解答第一個問題：日本為什麼突然要加息呢？很多人对日本的印象還停留在過去，經濟停滯，物價不漲，年輕人低欲望。為了對抗這種持續了快30年的通貨緊縮，日本央行可以說是使出了渾身解數，把貨幣政策玩到了極致。從零利率到量化寬鬆，再到匪夷所思的負利率，基本上就是把錢硬塞到市場手裡，求着大家去花錢去投資。這種極度寬鬆的狀態持續了整整25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個病人，病了太久，醫生只能一直給他打吗啡，讓他感覺不到痛苦，但是病根其實一直沒除。這個嗎啡就是源源不絕的廉價資金。但是從2024年開始，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個病人好像開始退燒了。最核心的指標就是通脹。大家看這張圖，日本的核心 CPI， 也就是剔除了生鮮食品和能源價格的通脹率，在過去1年多持續穩定在2%以上。2024年名義工資平均增長了3%，而核心 CPI 是2.5%。这個意味着日本終於走出了那個物價不漲、薪水也不漲的惡性循環。你可能會說，通脹有什麼好的？我們不是天天都在罵通脹嗎？去早餐店吃個蛋餅都要漲價了。
這個就要看通脹的性質了。對於一個長期通縮的經濟體來說，溫和的通脹是經濟恢復健康的標誌，它代表着企業敢漲價了，因為有需求，企業也願意加薪了，因為要搶人才。這個背後最大的功臣就是春鬥，這個不是指春天去打架，而是日本每年春季的勞資薪酬談判。在過去，因為經濟不景氣，工會也沒什麼底氣要求大幅加薪。但是2024年的春鬥，日本大企業的平均加薪幅度達到了驚人的5.1%，這個是1991年以來第一次突破5%，而且這個勢頭在2025年得到了延續，這就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當這個輪子開始要轉起來了，日本央行就看到了結束嗎啡治療的希望，不再需要用負利率這種極端方法了，所以他們在2024年3月歷史性的結束了負利率政策，並且在7月份進行了第一次加息。所以日本央行現在考慮加息，不是頭腦發熱，而是基於經濟數據。他們認為日本已經具備了可持續通脹的條件，他們希望通過加息讓貨幣政策回歸正常化，同時也能抑制因為日元過度貶值帶來的輸入性通脹壓力，比如进口商品变貴。最終目的是提升国民的實質薪資，讓大家手裡的錢更值錢。植田和男行長說得很清楚，就算加息，日本的金融環境總體上仍然是寬鬆的，這不是踩剎車，只是把油門稍微鬆開一點，但就是這麼輕輕一鬆，卻可能引發一場全球金融市場的大地震。這個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講的拆倉潮。在金融市場上，有一種被稱為寡婦制造者交易的操作，意思就是說誰碰誰輸，能讓你輸到破產，老婆變寡婦。在過去很長一段时間裡，放空日本國債就是這樣的交易，因為日本央行為了維持低利率，會無限量的購買國債，任何放空的力量都會被碾壓。但同時，另一種幾乎是穩賺不賠的交易就大行其道，這個就是日元套息交易。這個概念聽起來很專業，但我用一個例子你就懂了。想象一下，你是華爾街的頂級操盤手，或者是一個管理着幾百億資金的基金經理，你發現在日本借錢年利率幾乎是0%，甚至不要錢，而在美國利率是5%以上，你會怎麼做？你肯定會這麼做，先在日本大量介入幾乎零成本的日元，比如1000億日元，然後把這些日元換成美元，再把這些換來的美元投到美國國債、股票、加密貨幣等等高收益資產上，賺取那5%的息差和資產升值的回報。只要日元不大幅升值，簡直就是印鈔機。而且過去很多年，日元因為日本央行的寬鬆政策一直在貶值，這個對於套息交易者來說更加是雙重利好。因為當他們未來需要把美元換回日元還錢的時候，可以用更少的美元換回同樣多的日元，匯率上還能再賺一筆。當然，許多投資者不能滿足只買美國國債來收那大約5%的收益，看到美股7巨頭漲勢這麼強，不買就可惜了。所以有一部分資金流入了這些高科技巨頭。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現在美股7巨頭的股價明顯比其他股票高。根據估算，全球通過這種方式借出的日元規模高達數兆美元。這些錢像潮水一樣，除了7巨頭，也湧入了全球的風險資產，包括許多國家的科技龍頭股，還有全球各大城市的房地產。可以說，過去幾年全球資產價格的大牛市背後就有日元套息交易的巨大推動力。但是這個看起來穩賺不賠的交易有一個致命的死穴，那就是日本央行加息。一旦日本加息，就意味着借錢的成本上升了。更可怕的是，加息會引發日元升值的預期。這個時候會發生什麼？所有在做套息交易的投資者都會像聽到火警警報一樣立刻行動，他們會瘋狂地拋售自己手裡的美元資產，譬如美股、美債等等，換回美元現金，然後再把美元換成日元去償還當初在日本的借款。這個過程就叫做拆倉。當幾兆美元的資金在短時間內爭先恐後地從全球資產中撤出，湧向日元時，會產生2個災難性的後果。第一個，資產價格暴跌，被拋售的資產，比如美股，會因為巨大的賣壓而崩盤。第二個，日元匯率暴漲，
巨大的日元買盤會讓日元在短時間內急速升值，這樣就會形成了一個死亡螺旋。日元越升值，套息交易的虧損就越大，投資者就越需要加速平倉，這樣又進一步推高了日元，拋售更多的資產。2024年8月5日，那個黑色星期一，我們就看到了這個死亡螺旋的威力。日本央行只是加了15個基點，一個非常小的幅度，但是市場的解讀是日本貨幣政策的轉向開始了。在短短3周內，美元對日元從高位暴跌到142，日元升值幅度高達12%，日經指數單日暴跌超過12%，市值蒸發了幾千億美元，美股、港股、台股無一幸免，全部大跌。那一次就像一場突如其來的海嘯，雖然來得快，去得也快，因為日本央行看到市場反應這麼大，很快就出來安撫市場，說不會急於再次加息，但是他向全世界展示了日元拆倉潮的恐怖威力。它就像一個金融核彈，一旦被引爆，沒有人能躲得過衝擊波。那到了現在，日本央行再次發出了強烈的加息信號，而且這一次市場預期的加息可能性遠高於2024年7月的時候，明年1月加息的幾率更是接近90%。那顆金融核彈的引信又一次被點燃了，這一次它會不會真的爆炸？會帶來什麼後果呢？股神巴菲特有一句名言，只有當潮水退去時，你才會知道誰在裸泳。在過去，日本央行的零利率政策就像一場永不退去的大潮，淹沒了很多風險，很多高估值的資產、高槓桿的投資都能在這場大潮中活得很好。但是，一旦日本加息，潮水開始退去，那些裸泳的資產和機構就會立刻暴露出來。這隻黑天鵝的衝擊可能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全球流動性收緊，市場上最便宜的錢沒有了，全球資產的估值都需要重新锚定，特別是那些依賴高流動性推升的成長股、科技股，可能會面臨最大的壓力。第二，金融市場劇烈動盪，就像我們在2024年8月看到的那樣。拆倉潮會引發資產價格的劇烈波動，不只是股市，還包括債市、匯市、加密貨幣，都可能出現連鎖反應。第三，債務危機風險，很多國家和企業都借了大量的日元債務，日元升值意味着他們的還債壓力增加，可能會引爆一些新興市場，甚至是一些已開發國家的債務危機。全球金融市場就像一個巨大的疊疊樂。日元套息交易就是最底層那塊關鍵的積木，它一直很穩固。現在日本央行要把它抽出來，這個塔會不會塌，沒有人知道。但我們知道的是，風險極高，而這個風險在未來幾個月還可能被進一步放大，因為我們還要考慮美聯儲的動作。現在市場普遍預期，美國因為經濟放緩要開啟降息週期，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恐怖的剪刀差效應。過去套息交易能賺錢，靠的就是低成本借日元，高收益投美元這個巨大的息差。現在這個息差從兩頭被壓縮，就像被一把剪刀剪斷一樣，這樣會帶來雙重打擊。第一，套息交易的利潤消失，大家會加速平倉。第二，美國降息會讓美元走弱，日本加息讓日元走強，兩者疊加會導致日元匯率在短期內爆炸性升值，給套息交易者帶來巨大的匯率虧損。第三，美國降息通常伴隨着經濟衰退的擔憂，本身就會打擊風險資產，再加上拆倉潮的拋售，會形成雙重賣壓。所以，美國降息加日本加息這個組合不是1+1等於2，而是1+1遠大於2的衝擊。它會讓整個拆倉的過程變得更加猛烈和不可預測。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高度重視這次日本加息的潛在風險。它不是一個區域性的事件，而是一個全球性的事件。它可能成為戳破全球資產泡沫的那根針。面對日本加息這隻黑天鵝，我們普通投資者應該如何準備呢？第一步，檢查你的投資組合，仔細審視你手裡的資產，問自己幾個問題：一，你的資產是不是過度集中在高估值的成長股或者科技股上？這些股票在流動性收緊的環境下，往往是下跌的重災區，因為它們的估值很多是建立在未來遙遠的盈利預期之上的，對利率非常敏感。二，
你的投資組合槓桿高嗎？在市場劇烈波動的時候，高槓桿會讓你輸得更快。所以投資要用閒錢，而不是救命錢，更不是借來的錢。3、你的資產流動性好嗎？你手裡的資產能不能在需要的時候快速的賣出變現？如果是一些冷門的股票，在市場恐慌的時候，你可能想賣都賣不掉。在不確定性極高的時期，現金為王，這不是一句空話。擁有充足的現金意味着你擁有選擇權。當市场崩盤，遍地都是便宜的好公司時，你才有子彈去撿別人的籌碼。第二步，尋找避風港和潛在機會。在流動性收緊的環境下，市場的風格可能會從追逐夢想的成長股轉向那些有實實在在的盈利、穩定的現金流和高股息的價值股。這些公司就像是在驚濤駭浪中的壓艙石，能讓你的投資組合更穩健。這裡我想帶大家思考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當一個持續了幾十年的宏觀趨勢發生逆轉的時候，往往會誕生出全新的投資機會。這就需要我們有逆向思維和生意人的眼光。在我的選股5部曲裡，我不是教你一個代碼讓你去抄作業，而是教你一套完整的思維框架，如何在不同的市场環境下找到起飛的行業，讓你學會如何像生意人一樣去分析一家公司，找到最好的買賣時機。當所有人都恐慌拋售的時候，你能不能靜下心來，找到那些基本面沒有改變，甚至变得更好，但股價卻被錯殺的公司？這個需要極大的勇氣和深入的研究，但這也正是賺大錢的機會所在。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保持學習，保持耐心。像日本加息這樣的宏觀大事件，它的影響是深遠複雜的，不會在一天之內就結束。市場會反覆博弈，充滿了各種噪音和假信號。如果你每天追漲殺跌，很容易被來回打臉，心態搞壞，最後虧得一塌糊塗。我做了30多年投資，最大的心得就是在牌桌上，一個焦慮的人是贏不了的。你必須要有一個穩定的內核，這個內核就來自於你不斷的學習和思考。你要做的不是去預測市場明天會漲還是會跌，沒有人能做到。你要做的是做好預案，就像下棋一樣，你要想好，如果市場往 A 方向走，我該怎麼應對？如果往 B 方向走，我又該怎麼辦？這就是專業投資者和普通散戶的區別。散戶靠感覺，專業投資者靠系統。而這個系統是需要學習的。如果你對建立自己的投資系統感興趣，想學習如何像生意人一樣去分析一家公司，如何找到最佳的買賣點，歡迎你來了解我的選股5部曲課程。它是我30多年的實戰經驗濃縮成一套你可以複製和執行的選股系統。當然，課程只是輔助，最重要的還是你自己要保持一顆開放和學習的心。歡迎點擊資訊欄的鏈接，了解更多。記住，投資是一場關於認知的變現。你對世界的理解有多深，你的財富就能有多高。像日本加息這樣的宏觀變局，就是考驗我們認知深度的時候。希望今天的內容能幫助大家更好地理解當前的市場格局。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記得點讚、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那你就可以第一時間得到我們上傳視頻的通知了。我們會把複雜的經濟和投資理論通過實事來簡單的講給你聽，也請你把今天影片分享給你身邊關心投資的朋友。我們下條影片再見。